如果火星真的会说话，它不会使用声音，它会把答案藏在岩石的裂缝里、古老的粘土里、撞击坑翻起的地层里，甚至藏在一颗高尔夫球大小的黑色石头中。14年来，好奇号一步一步攀登夏普山，他走过远古湖床，钻探过含有机物的岩石，也见过硫磺晶体、地下水留下的矿物脉，以及像蜘蛛网一样交错的奇怪山脊。但最近传回的一片景象仍然让科学家感到震撼，因为在好奇号面前出现了一片几乎望不到尽头的火星蜂巢，而这些看似普通的六角形裂纹可能正在诉说一段火星曾经温暖、潮湿，甚至适合生命生存的历史。火星上的蜂巢平原。故事要从夏普山上的相状构造说起，那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低矮山脊，从高处看像蜘蛛网，也像被石化的巨大蜂巢。科学家推测，数十亿年前，地下水曾沿着岩石裂缝流动，把盐类矿物留在裂缝之中，这些矿物逐渐硬化，像水泥一样把裂缝填满。后来火星变得寒冷而干燥，亿万年的风沙不断磨蚀周围较脆弱的岩石，只有填满矿物的部分保存下来，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凸起山脊。好奇号曾利用桅杆相机 Mastcam 的长焦镜头拍摄远处山脊，照片放大后，科学家发现岩层表面似乎布满了细密的蜂巢纹理。可惜，那些岩石位于好奇号无法抵达的地方，它们只能出现在照片里，成为一个看得到却暂时碰不到的谜。直到好奇号继续前进，它先是在地面发现一些破碎、凌乱，而且遭到严重侵蚀的岩块，这些石块表面也带有相似的多边形纹理。接着，真正令人吃惊的景象出现了。当好奇号进入一条被昵称为大峡谷的火星谷地时，镜头前不再只是几块零散岩石，而是一片几乎连续不断的多边形平原，每个多边形大约4到8公分宽，它们铺满地面，一路延伸到视野尽头，甚至爬上一座约6公尺高、顶部覆盖沙层的小丘。好奇号探索火星将近14年，曾经发现过小片的多边形裂纹，却从未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蜂巢之海。这些图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中一个令人兴奋的解释就是泥裂。地球上的湖床或岩滩在水分蒸发之后，泥土会收缩并裂开。假如地面反复经历潮湿与干燥，原本简单的裂缝便可能逐渐连接，形成接近六角形的图案。美国死亡谷的跑道盐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不只有会在冰、水和风力共同作用下移动的神秘石头，干涸湖床上的六角形泥裂也与火星纹理惊人的相似。不过，两者仍有一个重要差别，地球上的泥裂通常是凹下去的沟槽，火星上的许多蜂巢纹理却变成了凸起的棱线。如果两者的形成过程相似，那么火星泥土裂开之后，裂缝可能又被沉积物或盐类矿物填满，这些物质逐渐交结硬化，当周围较柔软的岩层被风沙磨走，裂缝中的坚硬填充物便像骨架一样凸显出来。然而，科学家还不能立刻宣布答案。反复冷热变化、沉积物受压，以及埋藏过程中被挤出的地下水，也可能形成类似的多边形结构。因此，好奇号正在分析这些纹理的形状与化学成分。如果其中找到与古代水活动相符的矿物，这片蜂巢平原就可能成为另一份有力证据。远古火星不只是偶尔有水，而可能长期经历潮湿、干涸、再度潮湿的循环，而这种湿前交替恰好也是一些科学家认为有利于生命化学起步的环境。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大胆，这里会不会曾经是一片季节性干涸的湖床？当湖水还在的时候，微生物是否可能在泥土、潜水与矿物之间生存？2. 生命的答案可能藏在粘土里。我们寻找火星生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可是直到今天，人类仍未在地球以外确认任何生命。火星曾有河流、湖泊，
甚至可能有广阔海洋，但大约30亿年前，它已逐渐失去大部分表面液态水，变成今天这个寒冷、干燥而且饱受辐射轰击的世界。如果生命真的曾经出现，它留下的痕迹很可能早已被破坏。但有一种材料，或许能够替火星保存记忆，那就是粘土。粘土通常需要液态水才能形成，它细小的矿物颗粒不只会记录当时的水质与环境，也可能包裹并保护有机分子。因此，欧洲太空总署准备把罗莎琳·富兰克林号火星车送往奥克西亚平原。这片低洼地区保存着大约40亿年前形成的古老含水粘土。更惊人的是，最新的轨道观测显示，这些粘土可能不是局部沉积。研究人员利用欧洲火星快车号上的 Omega 光谱仪，以及 NASA 火星侦察轨道器上的 CRISM 仪器，比较奥克西亚平原与毛尔斯谷之间的岩层。结果发现，相隔约300公里的2个地点竟然拥有相似的矿物层序，整片相关沉积区可能延伸约600公里，高度差超过1公里。这意味着形成它们的水量可能极其庞大。一种可能是40亿年前这里曾被深广的水体覆盖，规模甚至接近海洋。另一种可能是古代地下水突然大量涌出，引发席卷平原的超级洪水。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在2层粘土之间发现一片古老地表，它曾经暴露在外，留下撞击坑，后来又被新的沉积物掩埋。这代表火星的水环境并非一直保持不变，而是曾经中断，之后又以不同的化学条件重新出现。这正是罗莎琳·富兰克林号要追查的历史。按照目前计划，任务将在2028年发射，约2030年抵达火星。它最重要的武器不是一部更大的相机，而是一只能钻入地下2公尺的钻头。火星表面长期受到紫外线与宇宙辐射照射，有机分子很容易被破坏，但在地下2公尺处，古老物质可能受到岩土保护，保存数十亿年。火星车会把样本送入车载实验室，分析其中的矿物、有机分子以及任何可能与远古生命有关的化学特征。轨道上的微量气体探测器也会从高空提供支援，一个在天上观察，一个在地下寻找。如果火星真的曾经孕育生命，这些古老粘土可能就是我们最接近答案的地方。
3. 被撞击翻出来的地下世界，并非所有火星秘密都需要钻头才能找到，有时候一颗小行星会替我们完成最猛烈的地质钻探。当大型天体撞击火星，瞬间释放的能量会压缩、加热并粉碎地表，甚至把深埋地下的岩层推向高空。在大型撞击坑中央，这些被压下去的岩石会因压力突然释放而向上反弹，就像水面被重物砸下后再猛然弹起。如果岩石足够坚固，中央会留下山峰，但如果岩层无法支撑自己的重量，刚刚升起的中央构造就会向内崩塌，留下一个中央凹坑。位于水手号谷以南直径约32公里的贝蒂奥撞击坑便保存了这种激烈过程。在它的中央凹地底部可以看见倾斜的浅色岩层，这些岩层原本可能埋藏在地下深处，撞击发生时被强行抬升，随后又在能量耗尽时坍塌，它们旋转、倾斜、挤压，彼此交叠。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几层岩石，而是一次远古撞击在几秒钟内留下的慢动作重播。4. 高尔夫球大小的天外来客。火星岩石经过亿万年的风沙打磨，常常会呈现地球上少见的奇怪外形。但有一次，好奇号在地面发现一颗黑色、光滑、接近球形的小石头，它只有高尔夫球大小，外表却与周围岩石格格不入。科学家替它取了一个非正式名称，但是好奇号没有立刻伸手触碰，而是使用 ChemCam 化学与摄影仪向它发射一连串雷射脉冲。雷射击中表面后，瞬间产生细小的发光等离子体。光谱仪在分析不同波长，判断其中含有哪些元素。检测结果显示，但是含有大量铁和镍。它不是普通火星岩石，而是一颗从太空坠落的铁镍陨石。照片上排列整齐的闪亮小点，正是雷射烧穿黑色外层后露出的明亮内部。火星上早已发现过其他铁陨石，但诞石是第一颗接受雷射光谱仪检查的火星陨石。它可能来自一颗曾经融化并分层的小行星核心。那颗小行星后来破裂，其中一块碎片穿越太空，
最终坠落火星。所以，这颗不起眼的小石头，同时保存了2段历史，一段属于形成它的小行星，另一段则记录了它在火星环境中经历的漫长岁月。5. 今天的火星仍在改变。很多人以为火星是一颗早已停止活动的死寂星球，但环绕火星飞行的 HiRSE 高解析度相机却在凯撒撞击坑的沙丘上看见了另一幅景象。自2008年起， HiRSE 便持续监测这片沙丘。影像显示，它几乎每年都在变化。冬季，沟壑继续受到侵蚀；夏季，强风吹动沙粒，重新塑造沙丘表面。火星沟壑通常呈现类似沙漏的形状，顶端是一个凹陷的圆头区，中间是狭长通道，底部则堆积着扇形碎屑，它们大约10公尺宽，却可能延伸数百公尺，通常出现在陡峭的撞击坑壁或沙丘斜坡上。这些沟壑表面几乎没有撞击坑，说明它们在地质上相当年轻。问题是，什么力量正在雕刻它们？早期研究曾怀疑是液态水，但今天火星表面的气压与温度通常不利于冰融化成稳定流动的水。另一种解释是冬季形成的二氧化碳干冰在斜坡上滑动，推动沙石，切除沟槽。可是干冰模型仍无法完整解释所有沟壑的分布。在凯撒撞击坑的影像中，阴影斜坡上明亮的白色物质就是尚未消失的季节性霜冻。它提醒我们，火星不是一张凝固的老照片，即使没有河流奔腾，霜、风、沙与重力仍在每一年每一个季节悄悄重化它的表面。
6. 好奇号拍下火星的12小时。最后，让我们把速度慢下来，不再追逐远古湖泊，不再分析撞击与裂缝，只是安静地站在火星上，看着一天缓缓流过。2023年11月，地球、太阳与火星接近排成一直线，这种现象称为火星太阳合相。太阳周围的电浆可能干扰无线电讯号，因此地面控制团队会暂停向火星探测器发送复杂指令。好奇号就这样在原地停留了大约2个星期。工程师于是安排了一项特别任务，让车头与车尾的黑白危险规避相机，连续记录火星当地早上5点半到下午5点半的景象，拍摄发生在任务的第4002个火星日。前后相机各自取得25张照片，最后组成2段跨越12小时的缩时影像。画面中没有壮观的沙尘暴，也没有突然掠过的尘旋风，只有天空逐渐变亮，再慢慢暗下来。好奇号机械臂与车身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移动，庞复一座孤独的火星日晷。火星的一个太阳日比地球稍长，它不是24小时，而是24小时39分35秒。那多出来的39分钟听起来不多，但当我们看着一部距离地球数千万公里的机器静静坐在另一颗行星上，用自己的影子记录时间，一切突然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这6个故事其实指向同一件事。蜂巢状裂纹告诉我们，火星可能反复湿润与干涸，古老粘土保存着曾经存在大量水的证据，撞击坑翻出了深埋地下的岩层，一颗小陨石记录了太阳系更早的历史，年轻沟壑证明今天的火星仍在变化。而好奇号移动的影子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见时间在另一个世界流逝。火星至今没有交出生命存在的确证，但它也从未真正保持沉默，它只是把答案拆成无数碎片，散落在岩石、泥土、沙丘与光影之间。现在人类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一块一块拼起来，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回答那个困扰了几个世纪的问题：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是宇宙中一次罕见的意外，还是生命早已在另一个世界留下等待我们辨认的痕迹？